变过迪迦奥特曼的德古拉，一是必须心中有光，二是必须是光之继承者。而在迪迦奥特曼外传中，就算是大古的儿子，也只能变成缩小版的迪迦，而且能量十分有限。好在将怪兽抛离村庄，但自己也是昏迷不醒。但为了能够战胜黑暗魔神，村民也希望元一再次变身巨人，而元一也向大家说明。僕の父、まどか大吾は、かつて光の意志を継ぐものでした。だけど、父はかつて巨人でいるより人間でいたいと願ったことがある。その迷いが今僕の中で戦っているんだと思う。巨人になりきれない。それは。此时幽莲也说出了预言，预言中说明，当黑暗魔神出现之时，光之继承者也会随即出现。但光之继承者乃是村中之人，所以元一并不是真正的光之继承者。而就当众人一筹莫展之时，阿姆一认为村中的迪格尔可能是光之继承者，而这个迪格尔其实就是村中的法师，但此时正在外修行闭关。就在众人交谈之际，阿姆一却预感到了迪格尔正往这赶来。果不其然，迪格尔驾驶着早期飞燕号前来援助，但此时恰巧怪兽也再次袭来。双方大战一触即发，经过短暂的交锋之后，山洞中的众人也前来汇合。但即使迪格尔拥有法术之力，也被光头佬逐个击破。但马赫罗巴手中的暗之剑就是邪术的克星，在反弹法术的同时，直接将光头佬斩杀。同时，物抗叠满的牛角佬在遇到拥有法术攻击的迪格尔之时，也是毫无一战之力。在三人的波动拳之下，牛角佬也灰飞烟灭。但此时，德古拉带着黑暗魔神来了，而此时的阿姆伊似乎预感到了魔神的到来。开始剧烈的头痛起来。此时幽莲也确信阿姆一就是真正的光之继承者，随后将迪迦的徽章戴在阿姆一的额头，来帮助他感应巨人的力量。只见徽章开始闪烁起来，与金字塔中的巨人开始发生感应。而在战场之上，怪兽发现了存在金字塔中的巨人，随即开始破坏金字塔。随后德古拉也命令黑暗魔神破坏掉巨人石像。为了巨人石像不被破坏，元一准备再次化身巨人。在坚定自己的信念之后，光之巨人再次出现。但此时的元一依然无法变化成完全体，体型比魔神差了整整一大圈，在强力的冲击下直接被弹飞出去。眼见自己不是魔神的对手，元一决定先捏软柿子，可眼前的软柿子也不是随意拿捏。鏖战数回合之后，已经开始亮起红灯。随后在躲过怪兽的火焰攻击之后，发射在佩蒂敖光线完成了极限一块一。此时的巨人红灯开始剧烈闪烁，魔神一脚便将巨人踢回了原形。眼看魔神一步步逼近，在迪格尔的配合下，宗方带人救下了元一。而此时阿姆一也随即赶到，拿到了青铜神光棒。在与巨人徽章的遥相呼应下，阿姆一随即举起神光棒，化身成为完全体的光之巨人。只见完全体的迪迦在体型上和魔神不相上下，就算是复合形态，在力量上面也丝毫不输魔神，而且还在战斗中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迪迦的成功形态。虽然一脚凌空飞踢被魔神躲过，自己撞入地底，甚至还被魔神一脚踩入地底，迪迦也能利用力量形态破土而出，随后更是给魔神来了个天灵盖爆炸火花。就在众人以为胜利之时，黑暗魔神发出剧烈的闪光，将迪迦闪得痛苦不堪。但此时马赫罗巴将暗之剑扔向空中，将闪光反射了回去。回过神的迪迦随即打出迪拉修姆光源，一发便解决了黑暗魔神。德古拉也顺势被消灭，天空也再次恢复光明。
在故事的最后，马赫罗巴也将再次踏上游侠之路，而元一告诉马赫罗巴，他很像自己的姐姐。而当元一拿出自己和姐姐的合影之时，马赫罗巴也傻眼了。也许自己就是元一的祖先，而阿姆一是大古的祖先，其中的啥关系也留给我们自己去想象。之后，元一也修好了战机，回到了未来。而这个村落则被命名为了迪迦村。经过数十世纪的岁月交替，村子也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但巨人的传说依然存在于此。它弥补了3000万年前黑暗迪迦成为光之巨人之后的故事空白，让迪迦的故事更加饱满。直至几千年后，怪兽再次来袭，金字塔中的秘密也再次显现，而新的光之继承者大古再次唤醒了沉睡中的巨人，开启了一段新的光之旅程。它为我们驱散黑暗，不断指引着我们前行。